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读报采取新的形式，因为今天呢天气不错，所以我就来到我家楼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篇德国《世界报》的报道，以及呢一些网友的评论啊。昨天，中文媒体均报道了马斯克将出席美国五角大楼可能与中国开战的机密会议。这一爆炸消息呢，是由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放出来的。这个消息之所以炸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华开战。你们看，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之间开战，不就是妥妥的世界大战了吗？二是因为美国国防部向马斯克汇报工作，哈哈，这简直呢是太夸张了。毕竟呢，马斯克在美国政府内部呢其实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又怎么可能五角大楼专门向马斯克汇报呢？他只是特朗普的私人顾问。如果这消息是真的，岂不是炸裂吗？特朗普被这样的新闻气得半死，他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澄清，没有这样的事。中文媒体还附上了特朗普发推文的截图，痛骂《纽约时报》在无耻散布假新闻。确实稍微有一点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此类假新闻。美国怎么可能在特朗普采取战略收缩的情况下，与军事媲美美国，甚至呢在不少方面超过，也就是强于美国的中国开战呢？这可能是民主党通过他的喉舌媒体故意在制造矛盾。其二，也可能是五角大楼给马斯克设的一个局。奇怪的是，德语媒体对特朗普暴跳如雷，痛批《纽约时报》无耻散布假新闻的这件事竟然只字未提。这是中国与西方媒体区别最大的地方。西方媒体呢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地方，专门挑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来报道。好，朋友们，那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访问五角大楼，特朗普否认马斯克将出席可能与中国开战的会议。据说五角大楼计划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可能与中国开战的情景。据媒体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心腹埃隆·马斯克也将出席会议。出于几个原因，这将非常炸裂。美国政府否认了这一报道。据美国媒体报道，埃隆·马斯克将获得相当具体和敏感的外交政策信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五角大楼将于周五，也就是昨天，向这位科技界亿万富翁通报美国军方可能与中国开战的计划。他们援引了美国政府机构中的2名匿名消息来源。朋友们，这也是西方媒体报道呢喜欢使用的伎俩，就是说，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消息来源，他就会说消息人士或是匿名人士，让第三方你想去查也无法查证，反正他说是匿名，你跟谁查呢？对吧？这也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些报道迅速做出反应，否认此次会晤将涉及针对中国的军事计划。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根本没有提到或讨论中国。因此，目前还不清楚马斯克的简报会是否会按原计划举行。《纽约时报》写道，让马斯克接触到一些美国最严密的军事秘密，将极大的扩展他作为政府顾问和效率特使的广泛角色。该报还谈到了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因为马斯克对整个联邦官僚机构施加影响，同时继续管理从政府获得重要合同的公司。马斯克的公司是五角大楼的主要供应商，而且在中国拥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五角大楼的战争战略是美国军方最隐秘的机密。据说，针对中国的相应计划包括大约20到30张幻灯片，上面列出了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各种情况。这些草图既有威胁局势的迹象，也有特朗普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下令对中国目标发动的具体攻击。《纽约时报》报道称，如果其他国家了解美国的战略，它可能会相应的调整其防御战略，并消除可能的弱点，从而对成功的可能性产生相应的影响。朋友们，刚才是德国《世界报》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比如说，第一位网友是这样说的
我不相信中美开战，特朗普甚至不敢接近普京。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特朗普会怎么做？他会辱骂台湾，涉嫌挑衅中国呢。好，我们看下位网友啊，反正无所谓啊，普京也能拿到计划。然后第3位网友说，请关注 X 平台，周6全世界都将知道美国的秘密军事计划。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位。在考虑与10亿人开战之前，请做以下几件事：第一，在喝茶时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的呼吸；第二，与好友进行讨论；第三，坐在教堂里祈祷圣灵；第四，睡上一晚进行思考；第五，再安睡一晚三思。好，我们再往下。天哪，这条消息太劲爆了！然后再往下看，在某些时候，我们会在媒体上看到这些场景的细节，我相信我们会的。这样的事情太荒唐了。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跟帖啊。我认为特朗普会吐露真相，他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当然是指普京啊，就是俄罗斯总统，让他对自己刮目相看，然后他把这件事情传开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条评论啊。媒体啊只是声称了某事，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政府也否认了，反正也没人在乎。但你还是用最大限度的歇斯底里来描绘这个虚构的场景，而这实际上足让人民感到不安。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为什么你们这些疯狂的渴望权力的人，不是最终放手一搏呢？这样，蓝色星球就可以摆脱人类的祸害，也许会重新恢复生机。德国还有一家媒体呢，《每日镜报》，它也报道了。但是我们今天看他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美国计划与中国开战，同时疏远西方盟友。唐纳德似乎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大师，祝美国好运。好，从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看，他肯定是不相信啊特朗普会这么做的啊，也就是说肯定是不会与中国开战的。那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对中国极为依赖。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不仅面向中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在德国生产的汽车电池也来自中国。如果中国切断它，特斯拉将面临生存问题。马斯克深知这一点。在我看来，向一个可以被中国操控的人提供针对中国的军事计划的信息，在我看来并不是最好的主意。继续往下看，鉴于美国国内对其总统及其首席顾问马斯克的普遍天真态度，我不禁要问：星际大战成为现实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与此同时，未来的愚蠢行为也得到了满足。美国教育部正在被清算，参见《每日镜报》今天的文章。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一年将比现在更加激动人心，这一切就像一场经典的政变剧本。特朗普在波多黎各找到了他的最后的归宿，一处拥有9栋高尔夫球场的围栏良好的地产，而马斯克则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以便从那里征服世界。现在就看美国人民了，通往民主的最后出口即将结束。好，再往下看。是的，但美国人民要尽快呀，否则专制的民主将变成彻底的法西斯独裁。好，我们再往下看。太好了，美国人真的对一切都听之任之，完全没有反抗。说到这一点呢，我德国之士也想点评一下，说美国人听之任之，不反抗的，大家回想看德国人，德国什么时候去上街游行示威反抗德国政府了？没有啊，从2015年到现在都没有，10年了。政客们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说德国人呢也一样半斤八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也许可以在某著名高尔夫度假村的地下室里看到该对华战争计划，而不必去五角大楼。再往下，
亿万富翁成为未经批准的法律的私人顾问和执行者，这样的整体结构是如何运作的？美国的民主完蛋了，法西斯分子正在夺取政权，迫害一切人和事，威胁和处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特朗普国家第一顾问的帮助，而总统却在肯尼迪中心的帮助下思考自己的表演艺术家特质，以改善自己的钱包。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太可怕了，两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任何拥有像马斯克这样顾问的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德国知识点评，人家特朗普贵为一国总统，他至少有好几十亿美元的地产，对不对？或者财产，不管他银行有没有贷款，他能够贷到款也是他的本事。马斯克就更不用说了啊，有多少财富，对吧？但是这个德文说人家是蠢货，呵呵，这颗德国韭菜竟然嘲笑人家马斯克以及美国总统是蠢货，到底谁是蠢货呢？我想，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对吧？好了，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了啊，就是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因为呢报道都大同小异，所以呢我们直接看评论。好，我们看第一条评论，《时代报》的第一条评论。不知怎的，这让我想起了第三帝国纳粹的手段，迫害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马斯克是个坏蛋。好，我们再往下看，《纽约时报》自诩为精英阶层的喉舌，将观点与真理混为一谈，其编辑是政治正确的大祭司。他们的标题和他们的自我认知一样夸张，他们的文章不过是精心编排的偏见。他们鼓吹多样性，但只限于符合他们世界观的东西，并审查任何不和谐的声音。《纽约时报》这个建制派的数字喉舌证明，记者也可以生活在自己的泡沫中。他们的报道是如此片面，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在印刷油墨中失去了客观性。好，继续往下，让我们看看马斯克何时加冕美国国王吧。再往下看，真是个疯人院啊！如果不是如此严重和危险，你都能笑出声来。再往下，既然马斯克是真正的总统，而特朗普是他的傀儡，他当然要关注中国。当这个傀儡想挣脱束缚时，就有意思啦。再往下看了。还有一个题外话，如果像马斯克这样的私人人物掌握了与安全相关的重要国家机密，那么外国机构就有大把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只需要绑架或威胁他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无数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或者窃听他的私人手机等等，你就可以一脚踏入美国政坛最核心的权力圈。再往下看，希望马斯克不要在睡梦中泄露秘密啊。好，继续往下，马斯克的小屁孩儿肯定可以玩核手提箱了。我们再往下看，我真的很好奇，美国人最终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啊，这位网友说：“史上最糟糕的喜剧。”好，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德国《世界报》它的报道以及网友评论，以及呢还有德国《每日经报》还有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朋友们，你们相信美国五角大楼会透露这么敏感的信息给特朗普这个私人顾问马斯克吗？而且马斯克在中国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